大家好，我是 Steve Kaufman。今天呢，我要用中文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关于中文学中国话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学中国话容易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或者是难不难？你们喜欢我的这个视频，请你们订阅，或者是在这个铃铛的时候点击，可以收到通知。好，那么经常有人讲一讲这个问题，哪一个语言是容易学，哪一个语言是难学的呢？那么多半的，特别是可能是西方人会认为中国话呢，中文是比较难学。那我要提出一些因素会影响到那个问题，就是说会影响到是不是中文是难学或者是容易学。我想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呢，有你的态度。我觉得学任何语言呢，态度是最重要。所以，假如你非常愿意学中文，那么中文的那个所谓客观的难度那不成问题了。那也是对任何一种语言，你非常要学习这门外语，那问题就不成问题了，没有什么难关会障碍你了。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观因素。还有你认为自己可以学到这门外语，比如说你假如认为，而且我也碰见过，别的加拿大人、西方人认为中国话太难了，可是呢，实际上有很多，就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是成功的，把中国话学到非常流利的这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这种把握有决心心呢，我可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观的因素。还有呢，你会不会激动？比如说我学习中文的时候，我是经常去这个书店找一些新的材料，那是5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丰富的这个学习语言的材料，所以我是去那些书店找，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我的兴趣和我的水平的一些教科材料，我是激动的，当然在各方面要激动，所以要是你是等到那先生会教这个语言给你。那就可能中文会难一点，但是你假如是愿意学，有把握，有激动，我想就问题不大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学习中文，是因为有一些客观的难处呢，我想要集中的学。我学了中文的时候，我每天6-7个钟头就学了中文。要不是看书，就是练习写字了，或者是跟老师说话了，或者是听一些录音带了，就是差不多每一天6-7个钟头，非常的集中的学。我觉得任何一种语言是集中的学比较好，但是有些语言，特别是中文，我想特别需要你集中的去学，所以这也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因素。那客观的因素也不少。比如说呢，我想学习中文，最重要或者是最大的一个难关呢，应该算是汉字。因为学习任何一种语言，假如这个文字呢和你所习惯的文字或者是一样的拉丁美文字，或者是比较近。像这个俄语用的不知道叫什么 Cyrillic， 问题不大。但是中国话有很多这个汉字要学习，我想因为看书是对学习语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的方法。
一个活动。所以你要认识2000、3000、4000个字才可以看小说，看报纸什么的。所以这个汉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客观的难度，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要集中的学。因为那汉字呢，需要学习3000、4000个汉字，每一个汉字它会有从2、3个笔画到15个笔画，所以这个不容易。而且为了能认识那些字，至少我学了这个汉字的时候，我是用手写那些汉字。现在不会写，用手写不可以，但是用电脑可以。但是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要费很多时间。但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集中的学，因为呢，你学这个汉字一学就忘了。那这个当然学习其他语言也是，任何生字你学习一个生字肯定要忘它，以后要再学要忘也再忘了，所以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个在学习中文是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客观的这个难度可以说。另外呢，中文它是有这个四声声调，这个不只是中文，有好多所谓英文叫 tonal languages。当然我们在英文或者其他的这个别的语言，我们也有这个不同声调，但是这种声调呢，不是不是按照声调这个字的这个意思会变，而是在某一个句子里头是为了就是正是某一个字或者是某一个意思，就是跟那个就是声调的这个用法跟中文不一样。所以这是没有这种习惯的人会认为学习这个四声中文的四声妈是个问题，但是这也是习惯的问题，所以要多听多愿意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客观的这个因素呢，学习任何语言呢，是有没有足够的有意思的就是学习的内容材料。实际上我不知道在中文，但是我估计现在有不少。过去我学的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但是就算那个时候也有了不少的有意思的材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因素。另外呢，你学会了中文的就是中文的足够的汉字的话呢，增加这个词汇量就比别的语言容易一点，因为每一个所谓生字，所谓新的那个短语，新的这个词儿，普通的时候是有2个或者是3个字构成的，所以你认识你这新的字生字里头，你认识一个字，你可以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可能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新的，我们英文叫 word， 一个新的生字呢，但是呢里头的那2个汉字你已经认识，所以你会比较容易的记住这个新的字的这个意思。所以我总认为中文虽然它这个词汇和我们比如说英文完全不一样，不像我是我会西班牙语，要学习意大利语，差不多80%以上的那个词汇是差不多一样的。在中文没有这种免费可以拿出来的这个生字，是个问题。但是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你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的话呢，那你可以猜或者至少比较容易记住新的字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方面。另外呢，中国的文化不是太复杂的，比如说比这个斯拉夫语言俄语什么的比较简单的多。我明天去，昨天去了，或者说现在去，你去我去他去，这个字不会变，也没有这个 gender 男的女的没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文法方面是比较容易学。我完全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
有些关于文法的一些词儿，我完全不理他们，无所谓，就是要多听，有些形式慢慢的会习惯。所以我觉得在文法方面，中国话是比较容易，我学过的别的语言比较容易。所以总而言之，中国话难不难是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假如你这个主观的你态度上的这个动机不够的话呢，你是会被那些客观的难处会受到比较就是影响，让你认为中国话是难的。但是你有足够的这种积极的态度，愿意喜欢有把握，那么那些中国话的所谓难的地方不会就是挡不住你了。所以希望你们的没有开始学习中文的那些人会以我这个视频稍微感觉到鼓励，愿意要学。因为要是你有这种态度的话，中国话肯定不是难学。OK， 谢谢大家，再见。